文玉阿姨，文玉阿姨，我们聊聊吧。过敏了，看出来了。文玉阿姨啊，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怨念，要不然你当着我面骂我吧，只要你心情能好一点，总比躲着不见我要好啊。不是的，我知道小雨这件事儿是她自己的错，怪不得别人，是我没管好她。我不知道，我还有脸面对别人吗？所以这才是这段时间你跟我爸隔阂的原因。文玉阿姨，要我说，凌雨都已经30岁了，他早就成年了，你现在也不能帮他换尿不湿不是？就算他做出一些事情，那也是他自己误入歧途，跟别人都没关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不是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。他以前很乖的，我说什么他从来不反对。我记得我刚来你家的时候，我让他好好的考试，这样你爸爸会开心。他成天的不出门不吃饭，就在家一个劲儿的复习功课。这样的乖乖的小雨再也看不见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的乖不是真正的乖，他的乖只是把自己的心思藏起来，不让别人知道。也许这个家只是他完成目标的阶梯罢了。我真的太不了解他了，包括在感情上，他跟高洁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他们新婚就分床睡了，他每天回来的这么晚，我都没有察觉到。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？没有，文玉阿姨，您别瞎想了。就算您问他，他心里有什么打算，他也不会说的呀。你跟他说不能这样做，但是改变不了的。我总是在想，我好好的过日子，会把从前的事情都忘记的。可是小雨的性格跟他爸爸太像了，他们对感情都是那么的草率。我不知道我以后怎么面对他。那就不面对了，不面对了啊！咱们呀，现在得开开心心的，放松自己的心情，不去想那些事儿了。谢谢你，林夕。不想了，有我陪着您呢，文玉阿姨。问心无愧，这下放心了吧？我爸说的，问心无愧，你可以卸下你所有的负担了吧？我相信你，只要你相信他，就约等于我相信你爸爸。什么叫做约等于啊？简单的来说呢，只要你说相信，我就相信你。反正呢，这个事儿现在你弄清楚了。可我现在就想啊，到底是谁在胡言乱语编造这些事情？等我找到他，我把他给弄出来，我相奸了他。相奸不行，相奸呢是一种很美好的做法，比如说相煎银鳕鱼、相煎龙利鱼、相煎牛排，这种讨厌的事、讨厌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用这种做法呢？那我就把它当成垃圾，然后远远地丢进海里。
不太环保，不行。那这个人的话，只能当不可回收垃圾处理了。这个可以，这个通过了。你莫格利要求还真是多呢啊！现在我爸爸的事情也弄清楚了，我的工作室马上就要开业了，我感觉实在太完美了。对了，我给他们送的请柬可都是环保纸浆啊，奖励我。好，我奖励你。什么？这干嘛的？你呢，把它戴在手上，说不准它就有变化。行行行，你不戴，我帮你戴，好吧？干嘛？愣着干什么呀？你要是感动了，你想哭，你想叫，你就随便。但是你别忘了，我现在还在你爸的考核期呢。如果让你爸知道了，我先斩后奏，你爸还不一个大嘴巴子呼死我！不行！干嘛不行呀？我觉得你这张脸太不美丽了，我脸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跟我求婚不行！你呀，已经很美了，你自带滤镜，真的很美。不行，不能在这个时候求婚，你等我练好了再求婚。为什么不行呀？我前2次求婚都失败了，我这次就随缘求婚，随缘可以吧？不行，我要在最美的时候。你已经很美了。不行了，我不答应。鸡蛋这样打出来能蒸熟。是这样吗？幸福。过来。喂。我要去参加环保活动，我终于复活了！喂。爸，仪式要开始了。我马上过来。
各位青年设计师，今天我们在此呢，是为了庆祝青年设计师在线平台稀有之地的成立。在此呢，我代表墨子资本向各位青年设计师，还有我们的灵犀小姐，还有各位同仁们表示热烈的祝贺。进来。林总，有几件重要的事想跟你汇报一下。说。在我说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做好心理准备。说吧。你不在这些天里，公司表面看似运作正常，但就在前几天，我发现了我经手的好几个项目，实际操作权已经不在我府了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些时间里，已经被人合法的、悄悄的转移到了其他公司。几个项目的负责人也跟着走了。什么？除了谭总不知情没离开公司之外，其余的董事也带着资金走了。啊，有没有查清楚是什么情况？我查到了一家公司，叫做风雨传媒有限公司，就是他们挖走了我们的项目和人才。啊，他们到底带走了多少项目？公司里面几个大的，还有最重要的森木项目，都已经不在了。也就是说，沃夫现在是一个空壳公司了。你爸爸呢？我已经好几天找不到他了。开始吧。欢迎大家今天来到稀有之地的开张仪式。以后呢，我们会设计出更好品质的作品给大家的。接下来呢，有请墨子资本的李总跟我们一起来剪彩吧。Ready？ 1、2、3。剪彩已经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你帮我招待一下大家，我上去看看我爸，我爸没来，我有点不放心啊。你还是别去了，他现在正在楼上焦头烂额的呢。为什么？森木这个项目被转移了，转移到一家叫风雨传媒有限公司的人手上。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郑伟爵。爸，郑伯伯的事情是真的吗？你都知道了？不可能吧？那是我郑伯伯呀，他怎么能看成这种事情的呢？我不相信，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我真的不相信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也想弄清楚，我这就去见他。我也去。郑伯伯，你先找地方坐一会儿，我跟你郑伯伯好好聊聊。
你还记得这是哪儿吗？记得，毛皮厂。我们的第一桶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知道你们最关心的是什么。我承认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，没有人逼我，我也没有什么苦衷。我只是觉得这么多年了，我太累了，我不想再陪你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吗？30多年前了吧，当时你突然决定要下海经商。你当时是一个愣头青的小伙子，跟了几个小员工，埋头苦干。这小厂房以后渐渐地变成了大公司。你说了这么多，跟今天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以前帮助过我，我非常感激。可这些年，我对你吝啬过吗？我想要博中公司，你肯给吗？明明是大家努力奋斗的结果，一出事儿，你就毫不留情面地撤掉了。你给任何人打过招呼吗？你听过劝吗？好，今天沃夫也出事了，你是不是也想把沃夫撤掉啊？郑伯伯，我觉得可能有误会，我爸爸他不会这样做的。爸，你是没有别的说辞了，用这种理由来搪塞我。你们还听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吗？很多事情就根本没有什么单纯的原因，有的只是日积月累的不满。你对我的怨念有这么深吗？你也不想想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公司啊！我不介意做你的手下，当你的小弟。你在人面前随心所欲的铁面无私，我就去做那个老好人，替你替公司去处理那些负面的情绪。在公司发展的大方向上，你哪一点征求过我的意见？哪一点听过我的建议？如果凌宇没出事的话，你就会把公司过继给他。你考虑过我的想法吗？我陪你奋斗了这么多年，难道我还要陪你的儿子继续奋斗下去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愿意。郑婆婆，不是这样的，您很清楚啊，我爸爸这几十年唯一的朋友就是您。如果您说现在，您让我爸爸把公司给您保管，我相信我爸爸他一定会的。孩子，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你的父亲这一生只有我这一个朋友？因为我足够隐忍，因为我甘愿当一个和事佬，不与他抗争，因为在他咄咄逼人的时候，我只有委曲求全。今天，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你不是我的朋友，你只是我的压力，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。没想到你的心里是这么想我的。你可以觉得我是利欲熏心、处心积虑的要害你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老了。我现在只为我的后半生和我的儿子着想。我们俩之间的情谊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理由是不是真的。既然你打定主意，那我就不说什么了。我只希望以后你不要为今天说过的话后悔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爸，
我还想在最后问你一句话：这么多年，您说您很喜欢我，把我当成您的女儿、儿媳妇看待，这些也是假的吗？你可以全当我对你的照顾是一种惯性吧。我明白了，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是我郑伯伯。爸，我们走。爸，怎么了？没想到过了30年，我仍然要孤军奋战。你还有我呢，爸爸。怎么样了？郑伯伯说什么了？你爸怎么样了？我好想你，抱抱我好吗？你现在好多了吧？一点点。刚才送我爸的时候，我在强撑，送完他以后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那时候我怎么会这么难受呢？我觉得我这次比郑理上次伤害我还要难受。他一直对我那么好，我都觉得他比我爸对我都好，他怎么突如的就改变了呢？你是不是期望太高了一些？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，就已经发生了改变。现在的有一些不满还有怨念，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。你怎么说的跟郑伯说的跟那个人说的话一样？为什么呀？你是怕你以后没有机会这样叫他了，还是不想这么叫他了？你说李珊阿姨还有郑理哥哥，以后我是不是都不能见他们了？我已经把他们当家人了，难道我们缘分就彻底的断了吗？缘分这个词汇呢，就是为了解释某些概率事件而产生的词汇。有着正面能量的呢，你们就会说有缘分；有负面能量的呢，你们就会说命中如此。我这样说，你们会不会好受一些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这样的词汇也都是自我安慰。比如说，我能够遇到你，这是100%的概率，因为你就很真实的在我身边呀。如果郑伟觉在日常当中那些不满的细节被你发现了，那他背叛了你们，你们根本就不用感到惊讶。这些事情都已经真实的发生了，唯一能做的呀，就是去接受它。你跟陆子曰待的时间长了，你怎么变得好像他？什么呀？本来就是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我现在既要觉得放下，可又觉得舍不得、难过。这样就回想他们的一些细节，我就发现我根本想不起来。可能我对他们还是没有那么了解吧。你呀，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去跟你一样感同身受。就算你了解他的痛苦，了解他的表面，你也永远不可能了解他的内心。那你呢？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也不会知道吗？你了解我干什么呀？
你只要知道，我爱的是你就好了。你们都在啊？还好吧？嗯。比起我们两个人，我怎么看着你们垂头丧气的样子？是没找到什么漏洞吗？我把沃夫剩下来的资料都翻遍了，连个毛都没找着。我对比了所有相关的案例，全部都是起诉驳回，代表郑伟决彻底的把沃夫掏空了。我们很难去追究。郑伟决是这样的人，看来这次我爸完败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。你说吧，最坏的我都经历过了，我还怕你现在说的这个吗？郑伟决带走了沃夫最赚钱的案子，只留下了一些又复杂又没有结案的小 case， 并且他在走之前还和很多甲方进行了单方面的违约，留下了很多商家给我们寄的违约律师函。我们核算了一下，这笔钱的数目真的不小，看样子真的是一个烂摊子。你也别看了，这些东西根本没什么好看的。不，不要看。如果真的是沃夫的问题，违约金我们来付。如果我爸付不起的话，我来帮他。只要我爸还想开这个公司，我就会支持他。还有比这个更坏的事情了吗？我想应该没有了吧。哎，林夕，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风水不好啊？自从我们搬进来以后，坏事一茬接着一茬，连我爸妈都不能幸免。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我的宠物和亲戚遭殃了？你爸妈怎么了？救助的小动物又出问题了吗？别提了。你说是不是楚石早就看穿了这一切，所以宁愿去森林里面待着，也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啊？我们的时机什么时候能够逆转啊？哇，岳父岳母看起来好神气啊！我们应该也来拍一张这种照片。河水有问题。我跟着志愿者团队到这边的森林啦，这里空气好，水好，心情也跟着变好了。猜我遇到了谁？哎呀，但我貌似有点水土不服，长了满脸痘痘，你们不要嫌弃啊。你究竟在哪里？怎么一点消息也不给家里？一家人就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？你回来跟爸爸道个歉，认个错，他会原谅你的。小雨，家里情况很不好，你真的不回家来帮忙吗？喂，你好，欢迎。这个单子去处理一下，这给他裁一下。好，林小姐，这里需要你确认一下。都弄好了是吗？那个合同怎么样了？两部合同全部都有问题。都不答应对吧？你让这个问题。快，这3份怎么样？好了，都 OK 了。这几家的赔偿方案已经通过了，这2天可以走流程了。这2家呢，现在就是赔偿金的事儿，我觉得不难解决。合理的要求，我都会答应的。不合理的部分，也请汤成帮助协商一下。好。哎，你这个没人打扫的办公室啊，就像没有女人的家。你这不行，回去歇歇去吧。
你看你这个样子，再过几天形同野人了。过段时间文玉阿姨来都认不出来你了，以为是哪个入室盗窃的人呢。是啊，那么多天没吃饭，再这样下去啊，你要成难民了。说曹操到来了。哎呦，你看这堆的，来，收拾这样，垃圾放在这儿。你都没有回家好几天了，我呢给你买点菜，给你做点菜来犒劳你，还给你带点毛巾、剃须刀，你把脸洗一洗，胡子刮刮啊。你们俩先都停一下，趁你们在，有个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肃？这2天，我评估了一下公司的债务，也评估了一下公司的实际情况。我决定把公司结束。这次我可不是一意孤行，我跟公司的几个老员工研究了一下，他们也觉得很可惜，但是又不得不面对公司现在不堪重负的实际情况。我想把家里的房子卖了，来偿还债务，和对公司的员工进行补偿。这个家也有你们的一部分，你们觉得我这么做可以吗？老林，这个家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怎么想就怎么决定，我没有意见。那你呢？我啊，我不愧是你的闺女呗，咱俩做的决定都是一样的，同意了。你这是在找机会表扬自己是吧？表扬我跟表扬你不都是一样的吗？都是老林家的人，没差啦。哎，行了，你们2个在家甜蜜蜜吧，我可是有正事要做的。我先出去了。来，先吃点饭吧，啊，吃了饭再说。七爷，这些文件要不要处理？当然要处理。请不要管我。啊，对不起，阿姨，你看我忙得晕头转向的，都没看到你。不好意思，你看你们新店开张，生意挺好的。恰巧你们的办公室又在楼下，楼上楼下的跑，怪辛苦的。我给你们送点吃的过来。谢谢阿姨，我先出去工作了，他们都在里面呢。阿姨再见。哎，我找到新工作了，明天开始我就不来了。哦，那您不用跟西爷说一声吗？这2天的工资让他给您结一下吧。不用。坐坐，来吃，给你。谢谢阿姨。这么多年了，看来你过得不错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而且在林夕的公司打工，你安的什么心啊你？小雨在这儿，我来看看儿子。你看他干什么？啊？你离他这么近干什么？你不是把我们抛弃了吗？抛弃这么多年了，你又回来干什么？毕竟小雨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即便是认了他，那也无可厚非。你还有脸说这个话？你是不是跟他见过面了？你认他了？没有。那就好，你还算有脸。你没有认他，你就再也不要认了，赶紧滚！就像当年你为了那个有钱的女人抛弃我和小雨一样。走。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像是个有钱人吗？啊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应该高兴了吧？对于你，我没什么高兴，也没什么难过的，因为你就是个狠心的人。你不光抛弃我和小雨，连你妈妈
病在床上奄奄一息，你都不闻不问。他活活的被气死了。你现在到这个样子，是你活该。你说什么？他临死的时候想见你一面，都没有见成。人渣！莫主管好，莫主管好，莫主管好。我现在有一件急事想要告诉你，你不一定要现在做出决定，但是你有知情后再选择的权利。我现在有理由怀疑，这条河跟灵犀的过敏有关系。灵犀的过敏源是铬，如果这一切成立的话，那这条河里就会有过量的铬。森林里的河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？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地图。森木度假区，对，有一个著名的野外摄影师呢，他在贝壳湿地发现了一些病症的野生动物。参与救助的工作人员跟灵犀出现了相同的症状，森木度假区正好是在这条河的上游。你的意思是森木度假区涉嫌污染？这些都是猜测，你有证据吗？我已经派人去取样了，正在送检的路上。那就是说你还不确定？证据迟早会有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会考虑这个项目后续投资的问题，你千万不能助纣为虐。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，究竟做到什么程度，我有自己的考量。等结果再说吧。灵犀还好吗？我听说他最近在帮沃夫善后，他的心情应该很糟糕。你要不要？女朋友就是拿来宠的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。谢谢你啊。这床被子啊也捐了吧？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带过来的，也没用上几次。还有看看，哎呦，要不然，这箱衣服、这箱一起都捐了吧？文玉阿姨，我们虽然是极简主义的搬家理念，但都是崭新的，没有必要扔吧，就留着呗。待会儿让莫格丽上来帮咱们搬。我看还是都把它捐了吧，以后穿的概率啊都会很少了。还有这些东西，统统都留给新的房东吧，跟着我们都是浪费。是啊，是啊。其实这些物件呢，跟人一样，如果离开了欣赏它的人，就是再优秀也没有意义。只有找到彼此欣赏的，那才最好。知道啦，这让你说给我听的。我都差点忘了，那时候你不是急需用钱吗？我就想看能为你做点什么。哟，现在还真的用上了。差点忘了，我就喜欢这种低调不炫富的品格。你下次给我买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告诉我？你提前跟我说的话，我就不用跟唐城合租吃了，我干妈了。这人总得历练一下吧？哎，有没有人跟我解释一下啊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来跟你说，文玉阿姨，意思就是我们不用再租小房子啦，我们去搬到大房子里住啦。这的事儿啊！哟，太好大房子了！行了，你知道我都给我买的。
我来吧，我来。哎，叔叔，我来吧，叔叔。你慢点，叔叔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小子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事要向我交代一下？林叔叔，我已经向灵犀求过婚了，不管我以前怎么样，反正以后在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了，我也不会再考虑那么多了。不管你反不反对这门婚姻，反正我都会坚持到底的。我老了，也累了。灵犀的路就由他自己来选择，我只能在他身后护着了啊。那这么说，您答应了？我又不瞎，最近你的付出，我还能反对吗？